Hitchhiker CP 小人在呢，在哪里？东爪哇，对，所谓东爪哇呢，是因为小人在印尼泗水一个地方，赤道以南的位置，来到我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一直很想来的地方。那爪哇岛最有名的就是蓝火山，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就是要出发去看印尼的2座蓝火山。这样，我们已经抵达第1天了，去看 VCR 哦。很旧吗16.4。OK， 我呢也尽无所不能的回答大家。OK， 好，那我们就出发喽。泗水，太猛了。然后明天我们6点早上。可以耶。哦，来印尼开箱新鞋子。真的耶！超张贵哦，现冲的咖啡，说是信义区有开了一家。今天是我们要去东爪哇中间的位置，一个叫做塞武瀑布的地方。那这个瀑布据说就是火山侵蚀造成的，反正非常非常壮观，很多道的瀑布这样子。那这地方真的是非常难抵达，大家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就在雨林之中。这是跟荒野旅人探索印尼这个地方，因为据说这条路线呢只有他们有开。那我本来以前是想要自己来，不起就是搭巴士，再了不起我可以租车，但后来发现这边交通真的非常不便，你必须包车。包车对我一个人来讲就是太贵了，所以因为很少是跟团啦。那这次就在跟他说跟团到底方不方便，应该是很方便，因为我们昨天一整天都被照顾得好好的。上次来印尼已经是18年前了，对，到印尼最左边的地方叫班达雅奇，印尼海啸最严重的地方，所以我是跟红十字会来这边做学校的算是重建以及教育的工作这样。塞武瀑布出发 ，Go Go！ 的团员们。目前在这个塞武瀑布的观景台的这个停车场，东方是有一个堆叠的意思。My name is Aldo and this is my friend. My name is Leon. 水雾，然后所以它赛舞是直接翻译。感觉就是比较像是这样。我以前来的时候根本不是长这样的，然后客人越多，他越盖越夸张。台湾的平溪10分寮瀑布，印尼版本。From here is better. Yeah. 鸣枪了，跳水喽！印尼爬山的感觉了，下到瀑布底下。Faces。为什么要用手爬？现在一路下去，哦，通常这个景点在大陆就会有缆车，不过这边是印尼，所以没有，就可以搭缆车下去。等了快5分钟，还没动，还在登高站。塞车的原因。再往下走，看你也可以走，这边都是瀑布。太鲁阁峡谷。按枪关掉。瀑布在后面，所以全部都可以让在下雪，下雨了，下雨。然后我上次看那个瀑布，我们家依序走一个桥过来。一点这边集合。下去游泳了，下去游泳。去死吧！
彩虹。山铁选手，下来查看地形，哪边适合下去游个泳。好，回程，这样回程就是登高赛，对，一样的概念。就是101登高赛。口感像凤梨世家，像是加榴莲哦，凤梨榴莲，有点像是甜的甘蔗，好不好？蛇皮果，路上都有，路这个可以讲吗？在路上。蛇皮果路上可以剪掉下来的。用1万块换一段路，18块台币，就这样。这就是正瓜那个还要200块耶。出去，对啊。超可怕，没地方抓。他们自己用，人家全身的腹肌都在用，因为晒太久。菜园出方便屋，然后开始全身往前倾。一餐的安排都非常的棒辣吗？这个还好，没有昨天的辣。然后那个明天后天爬山的时候。手对抗蝎子。对啊，好猛哦！好，我们现在抵达布罗莫饭店，经过非常颠簸的山路，我这快吐了，而且有那种小头痛。那现在气温是蛮冷，大概10几度吧，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太累了，因为太晃了，然后又没有吃晕车药，而且我们家海拔在2100，直接拉车拉到2000。然后这是布罗莫。要去，然后我一来，我好开盘。然后因为明天是很早，大概2点就要出发，然后应该是要摸黑爬，然后看日出，这样跟台湾的爬山有点像。我们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会回来吃早餐。松雪楼，松雪楼什么？没有冷气，热高级吧？应该是有热水。早上3点要搭吉普车去布罗莫的观景台卡位看日出，房间是很暖啊，非常舒服，蛮屌的，超级。挤哦，你看起来好像怎么了吗？很委屈。哦，叫不起来，对，好累。说叫不起来。现在在审犯人吗？对，有你真好。武岭围城的现场，大家都停公路停左右停一排，然后就把这边塞爆的。不想上来的话，这边就是吉普车跟马。好运。那里有一个像是这个方向上来，就是为什么这个方向？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观景台，等日出，日出是5点半，蛮可怕的，前面没有栏杆，所以千万不要掉下去。那你就可以买一些热食，其实就很像武岭啊，比较多人的武岭，追雪、追日出的武岭。然后这边就是武岭牌楼，大家就可以看期待日出。没有，我们出来不吃这么差的，我们出来不吃这么差。而且我们是有加蛋，加蛋才1万5。我常常吃泡面，超爽。没有，你们点5碗呢？在你后面。30块台币，这个在海拔2400。啊，记得拌一拌再吃哦。日出出现。
它相对没那么冷，因为海拔2400，所以我觉得还 OK。我今天是穿了一个羊毛底层，然后 Static 的中层背心，再加一个卡尔斯的最轻的羽绒，然后再加一件 Gore-Tex。云海之中，不对，一点点，输了。就是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我看有一些那个烟是什么？那个烟是火山吗？火山烟，火山灰。所以在喷的那个是要不要你教？先喷你。那我戴帽子比较好。后面的火山大喷哦，喷爆哦！要剪好。以后大家所有的看不到。告别 Bromo 火山，你看真的很屌，看它喷出来、射出来，现在又没有射了。然后再讲一次，现在这边就是后面是塞梅鲁，然后前面这个是可丽鲁，这个可丽鲁，然后这边就是在喷的，就是一直在喷，就是 Bromo。那我们等下到这个火山的应该是底部吧，它的脚的位置去拍照这样，然后一样是搭 Jeep 过去这样。那现在人已经散的差不多，也变得很暖，这样没办法自己一定要包车，对，所以这次就是跟荒野旅人就整个是包车的行程，不然以前我是想要自己干过来，但就是没办法，很方便，我们就是一路从昨天的塞尔瀑布，然后今天的多摩的火山，然后现在Jeep车要去火山口，明天的伊真火山全部是包车的行程，因为这边是刚刚我特别真的在问过向导，是完全没有交通巴士。我还说，那应该有一个，通常会有小城市，从小城市可以搭车上来多摩，但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伊真也没有。对，昨天塞尔瀑布也没有公车，没有巴士，所以你必须包车。所以你跟旅行社、跟荒野人他们就非常的方便，这样 OK。屋顶台楼大巨。好，现在看得到多摩狂喷了，喷爆！我们现在从湖菜园走下来了。我这个时候等他。不知道是哪里，看起来是一个这音效哎，是要搭这个马。搭马就去火山，我也搞不清楚。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很荒芜的地方，然后都是吉普车，看起来像电影场景，很多特效的那种。我的马，他们会牵着你们走。OK， 然后再来是这个东西，加边要加钱。好，差点抽筋。有点紧张，我觉得快摔下来了。这个核心爆发。你们跳前面的前半段就好，因为当你快要跌倒的时候，你要随时抽出来。卡鞋一样啦，上卡的位置，上卡的位置就好了。好，现在在，马队上，好不好？我兄弟在载我也是属马的。他现在用一个7分速的配速在走，8分速，印象都没有起。捏那个，兄弟不要歪了！上下晃，你就不会掉下去，不能抵抗它，你要顺它而去，借力还有卸力。身为属马的我，最多只能讲出这些感受了，没有更多了。属马的也不懂马这样子，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题。斑猪哥哥在草原上奔驰，这个骑久了应该卡车还是有点痛。
之前好像在约旦想要骑骆驼，但我也没有上去骑，他们玩了一下，也没有骑骆驼。飞马安兹马类佛，马现在在做登山王的训练，往上冲。这也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啊，只是这边的沙就是一个沙子，对，也没有什么阶梯，等一下会有阶梯。这里可以，上面在这里起飞，在上面就不能起飞。对啊，我说你去，我但你在这里，你可以往里面飞。可丽路，我们就要往这个上面上去。可丽路，他们那个名在哪里？所以他们就叫可丽路火山这样。Bromo 的火山口，因为你看到这个是比较矮的，大家应该是很大啦，因为你看到上面一直在喷气，整个就是火山的地形，非常壮观。去到说是街最难走的楼梯，大概200多阶，250阶。它等于是在这个火山的地形搭建一个楼梯，那你可以到火山口。不知道什么今天特别喘，就要往火山出发。今天靠山爬大概10层楼的喘度啊。超屌，喷不完，活火山，真的是活火山。然后你看到这整片都是，其实很壮观的，不同的火山口，这样理论上是可以这样走一圈的，理论上看起来可以走，因为这个不会到太陡。对，这个路面是可以走，可以行走的，所以大部分游客就是从楼梯上来这边，然后看这个一直在喷的，它能见度应该是这样，因为它一直喷嘛。烟上来，上面就是这样雾雾的雾，这就是火山灰。应该说的，因为看到其他的云的冷空气就会这样下来这个位置，它们狂喷，已经讲不出其他形容词，它就是喷射的。有什么味道？蛮神奇的，以为会有很重的臭味道，但其实还好，蛮比较臭。4000公尺，然后瘫掉了。对，瘫掉了之后，又开始这些小火山又冒起来。哦，对，所以形成了他们说火山中的火山。对。穆特勒湖，嗷嗷的火山边缘周边，哇哇！马术教练沾满了马毛，有些人对马毛过敏。真的哦，这里不仅是印尼小坑，还是印尼月世界，所以非常像一个月世界。但因为这边呢，花莲的向导是说，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火山，就如同刚刚讲，这边原本就是一个10公里直径的火山，超过4000米，然后最后坍塌掉之后呢，再长出这些小火山，所以非常神奇。这原本是整颗火山群这样子，它就是一些算是遗迹啊，遗迹就不会是什么岩浆冲刷的下来的东西，不是，它等于是垮掉之后怎么样？所以你看现在看到外围其实是有一层，就是火山的外围。我们在观景台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在火山内去看这个火山群。我们跟我自己自拍一下。观光客跟当地人是各半，所以当地人也会来这个地方去拜访。这样结束今天的行程，然后去伊真火山的附近，也就是我最想去的泗水，所谓泗水印尼的蓝火山附近。还在没有，他们炸鸡了。SNG， 但是找到一个捡到的地方，那个很会爬山的，这个因为他的 APP 可以帮忙找。他们他当然之前来
来凑个热闹，大家都在录什我么？们等一下有炸鸡吃哦，因为炸鸡的。等一下有人要去捡，等下有人要去捡。还好我的鸡还在，我鸡已经收起来了。听说你会救东西，请问在哪里？需要拍出更高 level 的99的，我只能排第二，99的去捡。19的去吗？为什么上来了？炸鸡101登高赛啊！炸鸡了，我们赶快往前走。我们的摄影师白白都不见了。这算是向导吗？我有看见。好朋友啦，好朋友。这一点，哇！我手机这样拉，真命。那个就是一个4角形的机器，真的这么远？哇哇，这个是蛮准的。可是，就直接插到泥巴里。捡回空拍机，回去。意外看到大桥，因为都是白色的，要下雪。好，我们不用自己走，我们GoGo不用自己走，GoGo又叫马走。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都记得摸摸这里，很开心。Thank you， 拜拜。希望下辈子属马，不要当马。拜，睡的感觉，想睡的感觉。上车顶，上车顶，上车。要出来喽，米娅借我过一下，然后后面。好了，要出来。饭店门口就是朝顶公园。终于可以吃东西了。你车旁边那这样过去吗？对啊，厉害。好，大家需要头发翘起来，怒发冲冠。大家下午3点多已经抵达我们的饭店，非常的莫名其妙，居然有这种事，太扯了。因为明天一真火山很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接近一真的地方，但还没有到。因为今天如果要一口气住到山脚下的话，觉得太远。布罗莫跟一真的一个中间点这样子，所以明天呢非常早，12点就要出发，继续搭车。其实没有拍给大家看，大部分时间都在搭车，因为印尼真的太大了。这爪哇呢就是大爪哇，它应该改成 Big 爪哇 Island 这样子，不要再爪哇 Island。check in 晚上应该要早点睡，因为12点就要再起来睡。这句话非常奇怪，但就是这样。好了，就是错，小而美，然后干净，一个不知道应该算是一个3线城市吧，一个小小的聚落，不算城市吧，小聚落。台东的 feel 这样子。我们期待明天的蓝色火焰一真火山 ，Go Go！ 今天晚上11点半，拖着你的行李箱，这边我们要 check out，OK。这次的行程最重要就是这个运动保护，身体为恙，然后又太操劳，帮助身体状态比较好，这样。好像。这个很特别，圈的饼干。怎么样？什么叫面煎饼？台湾有这种东西哦？有啊。太甜了。太甜。全部只有我在认真有。这很便宜，真的15，超便宜，卷炒面。福建炒面在，那炒面很好吃。还有这个原味的。披萨汉，这准备回去睡觉，因为只能睡4个小时。然后外面就有一些印尼的 street food， 非常饱，然后准备回去打包睡觉。晚上11点半最准时。
大家早安。虽然在义珍的登山口，因为我们2点要起登，它是一个管制站，是2点才出发，这样1点55分，所以准备要出发。我们1米大部分厕所，小头这个5000块。所以要准备好一些5000的小草。我们现在海拔在1900左右，预计就是要爬到2400，爬升500多，3.7K。那他说正常脚程就是大概1个半小时慢慢走，那如果走得快，可能1个小时就可以上去这样。这个义珍火山的所谓的蓝色火焰，那蓝色火焰是世界上唯2看到的地方，一个就是在冰岛，另外一个就是在印尼的义珍火山。之前一直在讲蓝火山，其实应该是蓝火，他们讲蓝火，蓝色火焰，就是有这个义珍火山里面形成的一个火山湖的一个蓝色火焰。等一下向导会跟我们介绍，这是没做功课，但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有这个蓝火山、蓝色火焰的义珍的火山，我还不知道在义珍火山。然后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靠近巴厘岛，它的右边其实搭船就45分钟就到巴厘岛，所以你这样顺完可以直接从这里搭船到巴厘岛，再过去一点就可以到龙目岛，龙目岛就可以爬一个叫阿贡火山的地方，做一个火山印尼火山纵走。你空麦都没有拿出来，挡住你知道。有没有打CS？有没有打CS？过滤毒气。一切还是听他们的指引为主。我们在这边拍一张合照。好的。Big Boss Lamborghini。你一个人。如果不想走的话，也可以搭这个推土车改成的车上。我现在好敏捷啊！真的。我们要出发，等一下。这个蓝宝坚尼就是前面会有一个，然后后面有一个，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跟人力车呢，非常定的。着实像个娘娘。太后来了，太后，他还想坐。Lamborghini。我跟你说，Jenny也。推车的位置沿路跟着你，一路在喊 taxi。布加迪哦。想要坐什么车？什么牌子这边都有了。配速人，要坐我前导车啦。你是蛮陡的。我看到所有人都脱外套了，就只有我没有脱。哎，这个真的是可以睡一下，我要把我的羞耻感都睡掉。共7个 pose。第2个休息站。轻松。非常的。pose 6。混乱，所以实在是太多人了。所以本来想说这是很像一个什么百岳的路线，应该是像象山的路线。我跟你讲，象山也不会那么多人，好不好？爬300，所以再爬200就到了。其实，这眼睛很厉害。不会。我才跟我认出来。好，上我们这边就是没去过的巴厘岛。像台湾在爬山的人 feel， 但是现在来到这个合欢北峰，就是他们蓝宝基尼停车场的地方。学主要下翠池了，下切火山湖。
它下来路比较窄，所以就有会车的问题。我一个佛怎么样？ Bikarpun, disediakan yung pecak kayak Terus udara ini juga normal. Ayo mas, cepetan mbak soalnya ayo. Enggak cepet tak paksa soalnya. Siapa lagi? Bebannya ya. Yeah. 好，然后就是拿这个快灭的火焰拍照，太感动了。不是，就是没有停止的爆流哎、哇！对对，你看它的模式就长这样。好，上去。放空，无法放空，对，像是采矿。我们带不回去啦，因为它是易燃物哈。那其实就在沦陷上啊，山。这边另一边就是这边就是火山，有一场的。那现在就是有烟，硫磺的烧，黄黄的，这算是一圆梦想吧。新康山啊。观景点一等，日出水大家都在这边。据说这边才是一真的三角点，合欢点。还是会闻到一些淡淡的硫磺味，所以如果很多人都还是把那个 mask 对戴上。在啊，我跟你错位啊，你先出来一下，上来一下，然后这样拉过来。是272多，然后所以站到点应该是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应该是2300左右。那这个都没有人在爬，因为它不是百岳，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边很像是嘉明湖跟三叉山，但因为三叉山会去是因为是百岳嘛，这边呢没有人说登顶可以干嘛，所以就没有人去，大家都在拍一真的火山湖。那这火山湖是非常非常的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完全的蓝色。那是因为硫磺遇到热，然后的产生一些高温吧，因为好像是温度够高，因为不是所有的火山的温度这么高，火焰要温度够高。那刚刚就是，但刚刚体感上，就你当然你就身体感觉不出来的温度很高啦，我们都可以很靠近看那个蓝火焰。那之前的他们的经验是在比较旺盛、更旺盛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整片的蓝火山，那涓涓小蓝。就上面一小块，然后下面一小块，而且其实蛮危险，不能靠太近，因为那个温度的火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在拍的时候还有一些落石掉下来，然后下面就是跟小鹅坑一样，那个洞一直在冒出硫磺，当造成的这些痕迹，这样，所以拍起来其实跟台湾的百岳有点像。我们刚刚跟向导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觉得台湾的山很漂亮，但很可惜观光没有发展起来。但我觉得也很难，因为我们聊到说，像这样的文化，大家上山管制，甚至有人力车可以拉。台湾那个山，第一个不可能拉人力车，第二个海拔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是假设以嘉明湖的那个路线，但我觉得开放这种观光一站一站的点是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海拔实在太高了，3300。非常非常容易高山症，那光是救援可能一路上就一堆人被抬下来，不要讲上去，一堆人被抬下来，所以台湾的山就还是很难大规模的发展。山路一直在崩，也没有那么大的居住跟补给点。那等一下呢，我们混一混，然后就准备要下山。好。
那这一次呢，还是有固定吃长期推荐的益维能关节肌力来自意大利的蛋壳膜，从专业的技术萃取出的蛋壳膜的营养素，总共有500种在里面，平常摄取不到的营养。那摄取这个蛋壳膜的好处，就可以让你的行动力跟活动更加的灵活，可以去应付这些训练、郊山健行、爬火山的行程。还有加了1500毫克的白氨酸，那白氨酸就是让你的肌肉生长可以更好，应付这些海外的攀登的行程。这个东西呢，日常保健使用，每天摄取3颗，去维持你的健康跟体能。虽然这边的海拔不是很高，就2400左右，体能跟睡眠做主。建议就是出发前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定位，我们体能做好，状态准备好，才来去应付这一些自然野外的行程。意大利关节肌力推荐给大家去做日常保健使用。好，那这次的行程呢，也是用 DJB 的 eSIM 去做网络的使用。大爪哇这么大的情况下，我觉得好像只有刚刚有一小段路是没有讯号的，其他都是讯号非常的，至少都有2格，所以找资料是蛮快的。好，推荐给大家，吃到饱不降速。OK， 衣服的选择，建议就是底层还是建议用羊毛，轻中厚的羽绒，不要到太厚，然后再加上一件 Patek Alpha 的中层2件，鞋子就是用一般的登山鞋、越野鞋、健行鞋，其实就 OK， 20-25升的就很够了，不用带到太大的背包。2到0.5，然后它有时候会甚至是0，所以它的酸度是非常非常强。那什么时候是0.2，什么时候是0.5呢？这个下集再说。它的温度大概会是在20到40度。记得订阅、按赞、开心笑。去了，是不是你走不到？你们下山膝盖前面不会，不会啊。单球牛逼！登出10K，6小时16。下来就有早餐可以吃。太麻了吧？绿色，这个是。这件怎么找到的？就是有一天我会米粉汤的。大家打开。起来人。好，大家，我现在人在泗水的机场，准备要回台湾。那这次双火山行程顺利结束，这次全部都是由荒野旅人旅行社去做安排跟规划。那因为印尼的这个爪哇岛实在太大了，的确是都需要包车，那一个人是难包车嘛，所以就选择这一次跟团的行程。那大的关系，所以非常的紧凑。我觉得如果你个人要来，应该可能还是找得到方法，但应该时间要拉得比较长，或是你要就是自己包车这样。那整个安排住宿、饭店、吃饭时间非常的恰当，吃住也非常的好，无脑上车，然后到景点，然后爬火山。那这次旅行社的向导都非常的细心，会跟你讲很多要注意的事项、集合地点、时间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安心。好，所以建议大家下次来火山、双火山的蓝火山以及波隆蒙火山，可以参考荒野旅行社的行程。那火山行程建议大家还是要把体能给练好，因为虽然海拔不高，2400上下，可是还是有一定的小爬升，体能练好，先享受世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加开启小铃铛。我是 Hiker CP，我们下次火山见，拜。